最近沙特杯小孩2连冠，让不少新玩家都加入了街霸6的格斗大家庭。虽然我更新频率始终跟不上热度，不过我依然还是想借着这段时间的入坑潮，来为各位新玩家和已经入坑的老玩家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街霸6当中游玩起来艺术成分最高的角色们。我十分明白，只用这2个词儿来形容的话还是太广泛了。对此，我加入了一些盘点条件，能够上榜的角色们一定是符合打法套路的多样性，同时最好又能随时用上这些技法的角色。凭借一招一式或者超高血量斩杀的角色呢，我打算用另一个盘点形式来做筛选。所以依照逻辑的话，我为大家盘点出了8名艺术成分极高的角色，有5位我会按照我心中的想法来评一个 Top 5，还有3位我会单独列出来，让大家一起评选一下你心中的艺术家究竟是谁吧。OK， 我们话不多说，点赞加关注，直接开冲。首先第5名，我愿意给到新人玩家一定会讨厌的加里敦手刀侠骨裂上面。各位新人朋友千万别看骨裂只有2、3个技能，似乎是弱不禁风的样子，实则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考验手法及强度在线的高难度角色。骨裂看似只有2、3招，但得益于他的特殊技加上完美手刀的帧数判定，可以在非常极限的情况下实现许多玩家意想不到的连段，并且这个角色是出了名的 LoF 高手，加上6代新增的完美判定，打击感十分在线的同时，又能实现操作难度很高的连段，而且他的 LoF 连在前座可能更多是在板边实现，但现在有了绿冲加上 SA2， 骨裂在板中起手就能打出十分花哨且观赏性极强的连段，所以他能上榜成为一名艺术家，我认为这一点都不过分的吧。那么接下来的第4名，我愿意把这个名次给到我们街霸宇宙唯一指定的野人布兰卡身上。首先，他的核心竞争力原神启动这个招式在开启的状态下，不仅强化了自身的招式属性，还能多次派生出8个不同方向的进攻。这就意味着，除了我们最常见到的魔气压制以外，他还能利用这招做到换边和骗招。再加上他的玩偶能实现非常难以判断的压制与修正套路。而且布兰卡在原神启动的状态下呢，招式取消不再依赖蓄力时间，而是可以直接取消的，这就给到了布兰卡这个角色更多的操作空间。然而，真正能进入我心中前5的原因是他的玩偶。这个道具不仅是作为布兰卡压制对手的核心方式，同样也能配合出不同的触发情况来实现各种看不懂的正逆中下的套路则，甚至有了玩偶之后还能为布兰卡提供一个安全裸凹大招的机会。所以布兰卡不仅是因为凭借原神启动延伸出了套路拿下的名次，而是加上了他的玩偶延伸出的各种迷惑性的进攻，才给了他胜于其他角色拿下这个名次的机会。那么第3名，我愿意把这个名次给到我们新世代无声流代言人的金伯利上面。虽然到如今为止，大家对金伯利美术上的话题始终抱有不同的看法意见，不过我们把重心放到他实际的游玩体验中的话，那你就不得不承认，金伯利在速度与套路这2个关键词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一般情况下的金伯利以速度的优势拿到1次推板的机会，或者在距离合适的情况下，只需要1次机会就可以给对手出一套几万个不同答案的选择题。然而金伯利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命中情况再扔1次易拉罐，营造第2次出题的机会。并且无论是任何的位置，金伯利都有许多观赏性极高的正逆则套路，或者是难以分清的中下则。加上他的整个进攻过程灵动性都非常高，也意味着玩家的操作量其实也是比较高的那一档。所以尽管金伯利在操作难度上没有像骨裂那样的极限，但是那些转瞬即逝、眼花缭乱的猜拳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上一秒看到的是普通的街道，下一秒睁眼就扎进了梵高的新月夜里。被打的人和看着挨打的人都会问：我是谁？我在哪儿？他到底要干嘛？那么这样一个道具与速度的角色，能否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第3名呢？那么第2名，我愿意把这个名额送给最考验玩家临场思考能力的角色之一达尔西姆上。首先，这个角色是上手难度极高的一位，并且在我们的日常对局中也是非常不想遇到的角色之一不会玩的达尔西姆，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晋升，但是遇到会玩的达尔西姆的话，你能坚持60秒不被他风筝死你都可以是疏而无憾了。这个角色有着全游戏最慢的移动性能，但又得益于他的浮空技能和各种滑铲特殊技，使得他的机动性又很高。但是一般玩家想要发挥出他的机动性呢，就需要玩家大量的练习与理解，并且他的一招一式几乎和其他角色的差别都非常之大。为什么他能在我的艺术殿堂中能有第2的这个位置？那就是因为当你足够理解达尔西姆这个角色之后，你就能通过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资源情况来做出108000种打法。但我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还十分的浅薄，我只能放点我找到的素材为大家展示这个角色高明的地方。要说他是街霸中行走的孙子兵法也一点都不为过。艺术是一种表达形式，那么达尔西姆的艺术就是对智慧的最高赞美。我相信你一旦体验过1次和高手阿山认真对战的机会，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能对这个角色有如此之高的评价。智慧的艺术，实至名归。
归。终于来到了我心中艺术成分最高的一位角色了，同时他又是我非常讨厌的角色之一。他不仅有着稳重帅气的动作，同时又能通过他的精神力量给予对手非常恐怖的压制。没错，他就是精神力老登 JP。游玩这个角色的话，你可以学一点基础进攻，就可以把新手玩家打得气不知道往哪儿撒。但是你想要得到更高的提升，又要花海量的时间去理解他的一招一式。他能上榜的原因，不仅是拥有前面提到的 SA2 上限很高的条件，同时又拥有像达尔西姆一样考验临场思考能力的情况。在具备2个条件的情况下，他的美术人设以及背景故事都比前面的角色更有分量。众所周知 ，JP 在命中对手之后铺垫的裂缝和地刺，对于普通玩家来说都相当棘手。但实际上要做到让对手难以快速晋升，就非常考验自己对招式的理解。你可以只是添加一个裂缝，然后静观其变，观察对手的习惯；也可以裂缝之后召唤小兵，看看对手如何解题；还可以直接 OD 裂缝，配合不同的进攻思路，让对手连续处理一个防守的状态等等。当然，我只是提到了 JP 在裂缝地刺中的冰山一角，光是依靠地刺和裂缝延伸出的各种防守或是进攻的手段就多到数不清啊！在立回的过程中消磨对手的绿槽也是一门学问。然而厉害的农场主总能在他的鞭打和召唤小兵之间不知不觉燃尽你的斗志。而在这期间，你能感受到一个成熟 JP 带给你的压迫感，仿佛是一种智商与心理层面的双重压制。还有最恐怖的，无疑是他的裂缝矩阵了。中下的判定加上他的拳脚组合，能防住这波进攻带来的成就感，丝毫不亚于用揭秘拿到国际赛事的冠军啊！可见这个招式的压制力是有多么吓人了哈。当然 ，JP 的裂缝矩阵不仅限于突破防守强开拿到机会或者斩杀 ，JP 利用这招还可以做到换边和轻攻绿槽等目的。尤其是在立回节奏中无法突破他的防守，并且自己资源即将殆尽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无疑是非常难受的。可也正是因为 JP 的招式套路有很高的上限空间，同时又非常考验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才使得 JP 是一个集帅气、智慧、套路于一身的艺术家。我想他在我今天盘点的这5位角色当中拿到第1的名次，确实是实至名归了吧？大伙儿又是如何评价的呢？那么在这里，我又要把我开头所说单独列出来的3名角色共同提名。他们没有进我的 top list 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成分不够高，只是因为这件艺术的诞生太过于依赖资源，也就是有了 SA2 的前提下才能诞生出艺术来。然而这3名角色，他们分别是朱莉、拉希德和艾德。朱莉的风水引擎可以做到非常恐怖的连段压制，也能打出非常帅气的拳脚连击，在板边的各种进攻都无疑是一场视觉盛宴。拉希德龙卷风强化了他的一招一式，带给对手恐怖压制力的同时，一旦击破对手的防线，又是一段夸张的随风奔跑、自由式方向啊！不仅是连段与压制，拉希德尤为在有风的情况遇到对手下凹升龙或者拆头，那一套连段不仅伤害爆炸的同时，又能带给我们十分震撼的节目效果。最后还有艾德的梦幻煤球，从最开始的不看好，再到后来的毛哥梦幻连，再到现在通过不同的极限延迟木压做出不同的运球方式，还有最后运完球带来的收益，这些不仅是让操作的玩家正反馈拉满，就连观众的多巴胺也在此刻被引爆。所以我最后列出了这3位，哪一位才是你们心目中艺术成分最高的角色呢？弹幕评论告诉我。那差不多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后面还有更多有趣的高潮内容会陆续的更新，大伙儿千万不要忘了订阅关注我的频道。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秃头，你还愿叫我一声艺术家吗？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